这是凌晨1点还在白宫紧盯大麻法案投票情况的川普，这是为了阻止大麻法案在众议院整整发言了8个小时44分钟的民主党领袖哈基姆嗓子都喊哑了。而最终经过激烈的博弈，法案终于通过了，川普如愿以偿。218, the nays are 214. The motion is adopted. 这个让川普睡不着觉、马斯克不惜翻脸的大麻法案到底是什么？它会对美元、黄金和美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短期我觉得就是美股是走过了，这个政治家的话听听就行了，尤其是10年后的事情。这次川普的心头好大麻法案最终是通过了，但这个过程可以说是拼了老命。一方面是民主党集体投了反对票，另一方面是川普自己的共和党内部竟然出现了叛徒，在表决一开始竟然有5名共和党议员投了反对票，还有8个人犹犹豫豫不投票，导致表决一度陷入了僵局。于是一场通宵的拉票开始了，川普也亲自施压，连发了好几条愤怒的帖子，大喊 ridiculous 荒谬。还有比如宾州的一个共和党议员在投下了反对票之后就把手机一关，人也不见了，谁都别想找到他。这个大麻法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争议呢？简单来说，大麻法案一边在减税砍福利，另一边却在大规模的烧钱，大大提升了政府的债务上限。这里面涉及到了各个社会阶层的不同利益，那些被砍了福利的人肯定就不乐意了。而且这是一项法案，一旦通过，后面要想再去推翻它就很难了。先说减税，这个一直是川普政策的核心，从他第一任期就是如此。他这次把企业税率从35%直接砍到了21%，相当于给苹果这样的巨头每年省下了上百亿，企业都很开心。对富人来说，遗产税打个对折，富人也很开心。对于打工人来说，加班费、服务员的小费都免税。川普为此还专门搞了个网站，让你可以算算自己能少交多少税。但在边境安全、国防军费这些方向，那是开启了新一轮的烧钱模式。为了打击非法移民，提供巨额资金，军费也是暴涨。以上2项，一方面是税收少了，另一方面又有这么多的开支项，那钱从哪里来呢？主要就是砍社会福利，砍新能源补贴。砍福利一直是美国政治的大忌。美国政府的开支浩大，这个开销的70%以上都是社会保障，这也是2党面临的历史大难题，谁都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动手。而这一次，川普就砍向了医保，所以有人说大麻法案是一个劫贫济富的法案。在未来10年要减少接近1万亿美元的医保拨款，差不多是原来预算的30%，其中还要求那些去领医保的人需要每个月达到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时长才能去领，因为以前审核非常宽松，里面有一些浪费和欺诈，也就是不养懒汉，差不多能影响到1000多万人。另外还大幅削减了对一些低收入者的食品援助计划，在美国有一个食品券是用来为低收入家庭提供食品购买补贴的。另一块就是砍向了新能源补贴，比如取消了电动车7500美元的补贴，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就是特斯拉，对它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差不多1年要损失12亿美元，所以马斯克这次非常生气。当然，即便有这些缩减的部分，可能还是入不敷出，那就继续借债吧。所以法案把美国政府可以借债的上限又继续往上推高了4万亿美元。如果你说前几届政府的刺激都是因为金融危机、新冠疫情这些原因，不刺激就要衰退了，但现在其实没有这些危急的因素，特朗普还继续大规模的举债，这些钱恐怕都得靠美国人的子孙后代来还。所以总结来说，这个法案背后的赢家就是受益于减税政策的美国企业，受益于小费和加班费免税的打工人，受益于遗产税减免的富人，还有因为几乎全盘推翻了拜登政府推动的绿色能源补贴，所以传统能源企业和燃油车也大大受益。受损的有哪些人呢？首先就是美国的穷人，因为大麻法案削减了不少社会福利，从医保到食品补助，这些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可能是一场噩梦，但支持者认为应该反对滥发福利。还有就是新能源行业再也享受不到补贴了。最终还有一个受损的角色，其实就是未来的美国，因为这种借债发展的模式短期是刺激了经济，但是这些欠下来的钱需要未来的美国来还。对于这次法案的争议，其实有2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第一是它究竟增加了赤字还是减少了赤字，民主党和共和党为此吵的是不可开交。民主党说一方面你10年4.5万美金，这个是开销，肯定是要增加赤字的，另外一边呢是削减福利，这些你减少了1万亿美元的开支。那民主党就批评说，你看你其实是增加了3.5万亿美元的赤字啊。
但共和党坚持的是呢，你不能这么算，因为川普在第一任期里就已经有不少的减税政策，这些政策在今年年底到期。如果你把这些之前的这些当成基础再去来算的话，那反而是减少了赤字。所以这个其实你是和什么比较就很重要了。如果我们就认为这个 Trump 的所有之前的减税政策都会持续下去的话，新的这个大而美减税法案其实是降了大概有500个 billion 5000亿美金的这个 deficit 啊，所以你会看到就很奇怪，就这个媒体上民主党说你们在增加赤字，然后那个共和党说没，我们没有增加赤字，我们其实是在减少了赤字所以这个争论就是这么来的啊，大家各说各的话。第二个比较 tricky 的地方就是川普其实玩了一个小把戏。仔细看这个法案啊，你会发现如果按照共和党自己的说法是减少了5000亿美元的赤字，但是你会发现它每年削减赤字的速度并不是匀速的。它其实在前4年一直到2028年它还是在增加赤字的，所有减的都是在后面，前面增加赤字，后面去减赤字。这也是这个所有在批评这个法案的人在讲的说啊，你前期其实都是还在增加赤字的，你2028年之后你川普还在不在这还不好讲呢，这个东西你就像个空头支票一样。所以说川普其实还是想为了在他自己的任期里面尽快的把经济刺激起来，而那些削减财政赤字有可能影响经济的脏活就要等到3年之后再说，那个时候谁来当总统还不一定呢，管他身后洪水滔天。那么短期来看，大而美法案是怎么去刺激经济的呢？第一个是在接下来的16个月里面，美国财政赤字大概要增加3500亿美元，是通过鼓励企业去做投资和搞研发，然后来给他们减税。而对个人的减税呢，可能要到明年才能开始。所以有投行测算啊，这可能会从今年4季度开始就带来0.4%的 GDP 增长，而在明年达到0.8%。这个刺激啊，很明显是为了短期而牺牲了长期。所以有经济学家这么去形容，就说美国政府像是一个拿着一张信用卡的青少年，在这张信用卡还在还款日之前，它是无限额的，但是还款日的到来不是以违约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会出现美元暴跌和利率暴涨。这也是像达利欧这些金融大佬最悲观的地方。你说市场担不担心？肯定是担心的，就是你这样无休止的花钱，你没有财政纪律，最后就会导致你的货币破产。到某个点上，市场就是不信任你的。而财政部长贝森特呢，他一直是在给市场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哎，你们都理解错了，我这一套刺激经济的政策是可以把增长抬上去。我如果有了增长，那自然就能把债务问题给解决了。这个想法你不能说的完全错，但是这有点想得过于乐观了啊！你增长到什么程度，你才能够去对冲掉这个债务上？但什么能够帮助他呢？你客观上，如果Trump关税能够稳定的收上来，那你看最新的这个月6月份吧，6月份这个关税收上来，是将近每个月就是将近300亿美金，那一年你打个折扣，一年能收300个 billion 的话，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了。所以为什么把它叫 external revenue 嘛，啊，对外收钱。现在大家也逐渐我觉得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啊，那如果这边钱也没有的话，那美国的这个财政问题其实是会更惨烈的吧。但对于市场来说，如果大家对赤字问题持续上升是有担心的，那其实也就是对美元体系的担心。你就会看到不但美债有压力，美元同样会承担这些压力。那当然什么时候它不存在了，就比如说美国经济真的就是发展的很好，就是由于 AI 带来的，由于美国制造业回调，它让美国自己的这个生产力真的是有了一个很大幅的一个提升，但是你的通胀并没有起来，通胀其实还在往下走的。然后再加上你关税又收上来钱，让大家说，哎，你的财政赤字其实是在变好的。然后搞 Bessent 出来，用一些能够让大家信任的办法啊，安抚市场。我如果那个出现的话呢，你会出现一个什么状况呢？像黄金，就会往下走了啊，黄金就一定是会往下走的，美元是一定会变强的。然后股市会非常非常好。但是如果更差的情况发生了，比如美国的经济增长确实比较差，然后通胀又上去了，也就是市场最担心的滞胀发生了，那就没有什么资产可以去抵御滞胀。这个时候可能美元也会持续的变差，黄金就会变成大家为数不多的几个想要躲在里面的资产。那股市就不用说了，一定不会好。其实我会觉得美股你可以认为就有点像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Trump 上来了，可能说要刺激经济，那所以市场涨了一大波，然后我就走过了，那个时候讲走过了，对比你真实的情况，我觉得现在又回到了那个情况啊，走过了，如果后面能有一个健康的回调，那让它和真实的经济增长更匹配，那同时呢，这个通胀也能下来，所以企业减税
军费狂欢、新能源寒冬、债务飙升，这可能是美国未来几年的关键词。大而美法案到底是刺激的经济，还是会引发滞胀？让我们拭目以待。